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曼达。其实最近呢，我有一直为工作日的自己准备便当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在工作日吃外卖了，所以呢，我有很多很好的心得想要跟大家分享。那我也知道大家在给自己准备便当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很多问题，今天会给大家来解答一下。是，我每天都想带饭，但是没有时间做便当，怎么办？其实我在去年有拍过不止一条视频，跟大家分享怎么样一次性的准备好1吨的便当。如果还没有看过的话，可以回去温习一下。一次做完那么多便当，放那么多天，不会不新鲜吗？我知道很多人都会有这个困惑啊。那我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个新的方式，就是善用冷冻。其实很多的菜呢，你可以通过冷冻的方式，大大的延长它的保鲜期。那每天的菜可以吃到不一样的吗？完全没问题。菜的口味可以丰富一些吗？没问题。我是厨房小白，但还是希望便当看起来很厉害，可以吗？完全可以。便当也得长好看一点，我要发朋友圈。OK。首先，我们需要冷冻用的容器，首选是这种带夹链的密实保鲜袋，耐低温冷冻，密封性好，能长时间保鲜。另外，我也会用这种小小的婴儿辅食罐，毕竟谁还不是个宝宝呢？没有啦，其实想要冷冻的菜一定要分成小份，毕竟一大盘菜冻硬之后没法分开了嘛。这种小罐容量在100到200毫升之间，正好就是1份的量，重复使用也比较环保。一顿营养均衡的午餐需要主食、荤菜和素菜。先来做主食。半杯小米，1杯糙米，1杯白米，半杯3色藜麦。白米杂粮搭配更健康，但杂粮比较难煮，就先浸泡2个小时，泡软了再加入白米，淘洗后一起煮饭。白米和杂粮呢，不求一起下锅，只求一起出锅，口感才不会软的软，硬的硬。煮好的饭可以用保鲜膜分装成小团冷冻，一次吃1团正好。土豆蒸30分钟去皮，烫也忍着，因为要趁热加入黄油，捣碎了拌匀，盐，热的牛奶。大家是不是觉得好好的土豆压成泥多此一举啊？其实熟土豆是不可以直接冷冻的，土豆里的水分冷冻结晶再解冻会变得很难吃，而压成泥之后就能随意冷冻，不影响了。土豆泥也可以装保鲜袋冷冻，用筷子压一下，正好分成2份，一次1份，很方便。开始那位要求很多的朋友有说每天想吃不一样的菜，对吧？那咱们就来做5道荤菜。冷冻菜要尽量避免这么几种情况：荤素搭配，汤水过多，对火候有精确要求。今天这些菜都有完美避开这些情况。跟做一桌年夜饭一样，做好时间管理的第一步呢，是先备好配菜。这里有胡萝卜细丁、胡萝卜片、胡萝卜粗丁、杏鲍菇丁、洋葱丁、蒜蓉、姜泥、姜片、葱段、干辣椒、西兰花小朵、干香菇泡软后切了丁，又切了片。接着是需时比较长的腌制。三文鱼先切成1口大小的块儿，酒酿挤出汁。生抽加盐、蜂蜜、葱段一起腌制2个小时以上，然后用猪软骨也切小块，用排骨也行，但猪软骨的含肉量比较高，吃了不用吐骨头，节省饭盒空间。加姜片、葱段、叉烧酱，抓匀腌制。叉烧酱可以自制的，但我估计大家应该都懒得做，就买市售的吧。一样腌制2小时以上。接着我有一大块牛里脊，切片。我切了大概300克里脊片，还剩200克，随便切切，一会儿再说。牛肉片用小苏打和水腌制半小时，这是一个预处理。用小苏打腌肉会破坏一些营养素，尤其是 B 族维生素。但好处是能帮助冷冻再复热后，肉片依然保持嫩嫩的口感。所以要口感还是要营养，这种人生选择大家自己决定吧。刚不是剩了200克牛里脊嘛，让里脊打成肉糜，再混合猪肉糜。虽然叫牛肉丸，但其实要加猪肉才更香。单独用牛肉脂肪不足，丸子的口感会比较干柴。盐、姜泥、鸡蛋，加胡萝卜丁、洋葱丁、面粉，混合拌匀。
挤成丸子。我手上是有油的，所以也不用刷油了，直接放入烤箱，180度15分钟。在等的时候来炒洋葱丁，中小火耐心炒到洋葱出现焦黄色。我一共炒了200克洋葱，先盛出一半，一会儿再说。下番茄丁罐头、番茄膏，加水、盐、糖，煮开。正好丸子烤好了，拿出来，加入汤汁，煮到收汁，茄汁牛肉丸就做好了。其实刚才的猪肉糜我也没用完，剩下的正好用来做香菇肉燥。炒香猪肉糜，姜泥，下炒过的洋葱丁，就是刚盛出的那一半。下香菇丁、八角、香叶、五香粉、黄酒、生抽、糖、水、葱段，盖上锅盖，小火炖煮30分钟。刚小苏打腌过的牛里脊呢，用水冲一冲，可以避免蒸熟后残留一股小苏打的味道。2大勺油，炒香豆瓣酱和蒜蓉。我知道你们会嫌麻烦，但炒出红油的豆瓣酱才香。有些坚持我是不会妥协的。凉一凉，再拌入牛肉，加生抽、糖，酒酿也是过筛，只要汁。继续腌制，差不多半小时。腌好的猪软骨，我用这种带盖子的平底锅盖起来，放入烤箱，或者用锡纸包住也行。120度烤90分钟，低温慢慢烤，能让肉质软嫩不干柴。现在荤菜类的都还需要等待，没什么步骤可做，就来准备素菜吧。烧一大锅水，加盐，要多加哦，就是当你觉得够了的时候再来1勺。下西兰花。西兰花我们就这么简单的水煮一下，所以盐要足够才能给它一点味道。也就10秒吧就可以起锅了。这时候还是脆的呢，欠点火候的菜才能经得起冷冻的折腾。这会儿香菇肉燥炖的差不多了，可以最后用老抽调调色，加盐调调味儿，捞出香料和煮烂的葱段，收汁。到这样锅底只见油不见汤，香菇肉燥就好了。牛肉也腌好了，裹上蒸肉米粉，让每一片肉都被均匀的裹住，看不见干粉，也没什么多余的汁水。蒸肉米粉是可以自制的，但嫌麻烦的话呢，该妥协就妥协一下吧。盘子里可以垫2张粽叶或者荷叶，牛肉一片一片放上去，不然蒸好了一大坨分不开。放入蒸箱蒸半个小时。继续来做素菜吧。其实蔬菜的选择要特别注意，大部分蔬菜呢含水量太高，都不适宜冷冻。有条件的可以只冷冻肉和主食，蔬菜每天早上现炒。但咱不是没条件嘛，就只能尽量选择适合的菜，火候也控制只做到9分熟。起油锅，炒香蒜蓉、杏鲍菇丁。蘑菇一般水分多，要耐心炒出焦黄色。再加胡萝卜丁、罐头玉米，下毛豆，加盐、蚝油，调味儿。超级简单的蔬菜杂炒就好了。反正肉蒸好了。卷心菜也是不错的选择，冷冻后口感损失比较少。菜叶、菜包我会分开，叶片随便撕一撕用来炒。菜帮另有妙用，一会儿再说。起油锅，蒜蓉、干辣椒，炒香菇片，下卷心菜叶，盐，不加水，中小火慢慢炒，也是为了尽量减少汤汁。起锅前抹点黑胡椒、糖，简单但口感很丰富的干锅卷心菜就好了。猪软骨已经烤了90分钟，叉子能轻松的插进去。捞出姜片、葱段，拿掉盖子，回烤箱去200度再烤15分钟，到上色收汁，叉烧猪软骨就做好了。最后是三文鱼，已经腌好了，拿出来吸干水分，放在垫了烘焙纸的烤盘上，刷点油，
烤箱180度热风烤10分钟，酒酿三文鱼就烤好了。主食、荤菜、素菜都好了，你们会不会觉得还缺点什么？我觉得再来点开胃小菜就完美了。就用刚才剩下的边角料、胡萝卜和卷心菜帮，加盐腌制，到菜都变软出汁了，挤干水分，放小容器里，加糖、米醋、干辣椒，放冰箱里腌制，保存1个星期都没问题。想吃了就在便当里放一点，酸辣开胃，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胃口不好了。现在我1周的饭菜全部都做好了，我有2个主食、5个荤菜、3个素菜，我觉得1周吃它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现在就可以来开始分装了。这个容器呢，一开始有给大家看过的，就是这些其实都是婴儿辅食用的，不同的材质，但都无所谓，差不多。另外呢，就是这个密实保鲜袋也可以用。如果你要求比较高，可以用真空袋去封装，它的效果会更好。但是那是另外一个很大的范畴，将来有机会呢会跟大家再详细的解释。今天我们就用这些容器就可以了。这个土豆泥这样就超级方便的，如果你一次只想拿出1块来的话，就1半就好了。这个可以直接去冷冻。然后米饭呢，我比较喜欢先用保鲜膜把它分成1小份1小份的，再放到密实袋里头拿去冷冻。这个三文鱼经过腌制后呢，肉质会变得很紧实，所以可以看到它烤出来之后很完整，形状不会变得碎碎的。这个叉烧猪软骨呢，因为它油脂是比较多的，所以我会放在玻璃的容器里头。这道菜其实跟我之前做过的意式的番茄肉酱挺像的，但我觉得把它做成丸子会更有形式感一些，这样你在吃便当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它更好吃。这个肉因为用小苏打处理过，所以它即使冷冻之后再复热，它口感依然不会有什么变化。我会装在这样的小盒子里。这个香菇肉燥呢，它是一个很经典的台式口味，我觉得它可以算是便当神器吧，就放在任何便当里头，非常的百搭，跟所有的菜都可以合在一起。然后它的特点是你反复加热都不会破坏它的味道，就是不论什么时候拿出来吃都感觉很新鲜的那种感觉。西兰花是非常难得的、很耐冷冻的蔬菜，同样也是不要把它做到全熟，它现在吃起来应该是还比较脆的。另外就是冷冻之前记得一定要完全的沥干，因为它形状比较支棱，所以可以用保鲜袋来装。这道蔬菜杂炒呢，它因为所有的食材都切成小丁的状态，我觉得特别适合拿去溜缝，因为有时候你便当盒里头会装各种形状的菜嘛，之间难免会有一些空隙，就拿它去填满，我觉得是节省空间的神器。现在已经全部分装好，拿去冷冻。好重啊！原来一个人1周要吃这么多东西。在准备带便当的前1晚呢，选择你想吃的主食、荤菜、素菜，转移到冷藏，解冻1晚。第2天早上将解冻好的菜放入便当盒，组装一下就好了。下面是我的1周便当。周1吃香菇肉燥加杂粮饭加水煮西兰花加腌胡萝卜。周2吃酒酿三文鱼，有个空位不知道该放什么，就随便放点莓果加土豆泥加蔬菜杂炒。周3吃粉蒸牛肉加小番茄加杂粮饭加干锅卷心菜。周4吃杂粮饭加叉烧猪软骨加水煮西兰花加腌卷心菜。周5吃土豆泥，有个空位不知道该放什么，就随便放点小番茄加茄汁牛肉丸。早上放点马苏里拉芝士碎上去。我现在吃的是周5的便当，早上出门前呢，再放一点点芝士进去，加热之后它还会有融化拉丝的效果，会感觉特别的好。另外呢，我估计大家看完这一期之后，可能心中还是会有一些疑惑，那我现在试着在线解答一下。2师刚做那些花了多长时间？总共差不多3、4个小时。这样1份一个人吃得饱吗？我觉得我吃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如果你饭量实在是大，可以吃2盒。这1份成本价大概是多少？我懒得算了，我预估可能跟外卖差不多价格，但是食材你是可以控制的。你刚刚做了那么多是几人份的？刚才我做的所有的菜是2个人
1周5个工作日所有的午餐。那些不同的菜可以整份保存吗？家里没有那么多小盒子去做分装。我觉得是可以的，但是前提是你可能需要5个便当盒。如果我用小盒子给他们分装了，可不可以直接带到公司去加热？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因为这些小盒子都是婴儿辅食罐，我觉得你在公司用婴儿辅食罐吃午餐，会不会有点怪啊？冷冻之后再重新加热，味道会变吗？确实有很多菜冷冻会影响它的味道，但是今天的这些菜都是我选过并且试过的，冷冻不会影响它的味道。那反复加热这些菜的营养会有损失吗？其实如果你保存得当的话，不会有太大的影响。一些蔬菜类的呢，可能会流失一些维生素，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取舍问题。总的来说影响不大。如果你实在担心的话呢，可以在早晚餐的时候多吃一些新鲜的蔬果加以补充。YouTube 的观众们，如果你们还想看我做什么菜，请在评论区给我留言。喜欢我的节目或者喜欢我本人，不要忘记点这里订阅我的频道，每周都会更新。咱们下周再见了，拜拜。